妹妹无意间被拍下的吃饭视频，在网上一炮而红后，爸妈做起了网红，日入千万的美梦。无人在意的角落里，我注意到妹妹10来岁还每天拉裤兜子的异常情况，以及她大字不认识几个的呆滞目光。我费尽口舌，好不容易说服不太情愿的妈妈，带着妹妹去医院检测智力。医生遗憾地告诉我们，她的智商只有50，还不如一只成年边牧犬高。网红梦想从此终止。我努力打工，倾尽家财去为妹妹治疗，寻遍各地名医，终于让她的智力恢复如常，不仅考上很棒的大学，还在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白领工作。可妹妹听了妈妈的抱怨，得知自己错过了入百万的网红职业，便生生用枕头将我捂死在床上。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就是千万粉丝大网红。至于在这里给别人当牛做马，1月3000块。我挣扎着向妈妈求救，妈妈却说这是我的报应，你断了我们全家的财运梦路，怎么惩罚你都不为过。再睁开眼，我的手中拿着妹妹惨不忍睹的成绩单，正要劝说妈妈带妹妹去医院，妈妈翘着二郎腿查看着账户余额，语气和上一世一样漫不经心。什么信号智商测试要做你自己去做。上一世，因为妈妈随手上传的日常吃饭短视频，妹妹梦露一夜之间在互联网爆红了，成了网友们下饭的电子宠物。视频里的她天真无邪，胖嘟嘟的手抓着油香的鸡蛋饼往嘴里送，因为嘴馋被烫到，也不舍得吐出来，只用手做扇子，扑棱着给嘴里的饼降温。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不是放书包，而是直奔饭桌，踮着脚尖去拿桌上的食物，吃得满嘴流油，被妈妈骂了，就眨巴着眼睛哭唧唧。网友们盛赞她可爱有趣下饭，可渐渐的我就发现了事情的不对。10岁时候的我已经在市级奥数比赛拿好几次冠军，今年梦露也10岁了，每天满脑子就只想着吃，哪一点是正常孩子该有的状态。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我去了梦露的班级，找到她的班主任，拿到了最新的期末考试成绩单。从小到大都是优等生的，我看着妹妹只有38分的语文成绩单，眉头紧锁。这孩子都10岁了，拉屎撒尿都不知道自己去厕所，经常穿着裤子就排泄，搞得班级里臭烘烘的。我教书20年了，什么孩子没见过，有空的话上医院看看吧，感觉他的智力不太正常。听着班主任说着他的种种异常，心中的焦虑进一步升级。立刻回家劝妈妈带她去医院做智力检测，妈妈却对此不屑一顾，说我激动，妹妹成了大网红，我们梦露可爱得很，哪会是你说的什么智障。眼前不断有白光闪过，我摇摇头，从记忆回到现实。此时此刻，刚重生的我的手中正拿着妹妹惨不忍睹的成绩单，而妈妈神色狐疑地看着我，一口咬定我刚刚劝她做智力检测是在找借口偷懒，别在这儿胡言乱语，闲得慌就去把梦露的裤衩子洗了。她今天尿床了，又窒息而死的痛感似乎还在脑海中缓缓炸裂。我眼前一阵眩晕，显然是还没适应重生后的身体。看了眼个科成绩，我再次确认了重生的事实。我悄悄把成绩单藏在袖口里，没让妈妈看见，借口头痛回了自己的卧室。门还没合上，妈妈的怒吼声就传入耳膜。陈梦瑶没事，多帮着家里做点家务，别总躺在那里玩手机赔钱，或一个多学学你妹妹，看看梦露多争气。老二比老大宝贝，在很多家庭都是如此。爸妈本来就偏心妹妹，对我漠不关心。自从梦露火了以后，妈妈更是时不时就拿这事牌宣我话里话外酸溜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骂我是赔钱货米虫。梦露接带货的广告费一天就能挣3000多块，而我比妹妹大了5岁，却还在用家里的钱读书上学。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哈呵，我没为家里做事，是我上辈子好心，全当喂给狗吃了。那时候因为家里穷，根本没钱给妹妹治病，爸妈准备放弃治疗，把妹妹送到特殊学校，得过且过。医生说这病年龄越大越难治，于是为了妹妹能有未来，我放弃了模范生的大好前途，义无反顾休学，辛辛苦苦打工挣钱给妹妹治好了智障的毛病，送她过上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就不想成了他们眼中断了全家财路的大恶人。上一世，我费尽千辛万苦帮妹妹恢复智力，却被她亲手谋杀。这时，我决定袖手旁观，再也不管这一家人的死活。卧室的小床上，陈梦露正在呼呼大睡。从前我和网友一样，觉得她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妹妹，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全心全意对她好想，要呵护她健康成长一辈子。现在看来，那些姐妹情深全是我错付了才不过7点，夏天昼长夜短，天都没黑，别人家小孩都活蹦乱跳的，玩着她却睡得哈喇子直流，嘴都合不上。想到眼前的妹妹长大后会狠狠杀死我，我的眼神又冷了几分。可爱个屁，整日吃了睡，睡了吃，50的智商，连狗都不如1米1体，重70斤，活脱脱像一头猪。我打开手机，查看着妈妈最新发布在网上的梦露视频，视频账号名叫梦露爱吃，才短短1个多月，就已经有了150W粉丝。她的带货橱窗里有不少3无商家生产的速冻包子和饺子，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劣质国产零食。妈妈是个农村妇女，没文化，也不懂互联网，她对任何找上门来的品牌商来者不拒，整天给陈梦露喂食。那些3无厂家生产的添加剂食品，拍的不好不对，还要重新吃一遍。陈梦露也是可怜又愚蠢，给她吃的就高兴的合不拢嘴，什么都往嘴里塞。网友们看热闹不嫌事大，他们觉得小孩子胖乎乎，吃东西吃的满脸都是的样子，可爱极了，一个劲给视频激情点赞，不停在评论区点菜，
想看梦露吃这吃那。几千条评论里，我看见有几位聪明的网友和上一世的我一样，对梦露的智商产生怀疑。请问可爱在哪里？这么大的孩子，话都说不明白，一句小孩子哪有吃这么多不节制的，该不是脑子有问题吧？我沉默着举报了那几条质疑妹妹智商的评论，看着重新变成一片吹捧的评论区，嘴角的弧度不自觉上扬，吃吧吃吧。这时我成全你的网红梦，本来智商就低，吃多了这些来历不明的食物，陈梦露变傻的速度更快了。只是因为老师穿了一条职业女性常见的包臀裙，露出了半截小腿，她就对老师指指点点，说她不正经造黄谣苍天呐。这种搔首弄姿的班主任，怎么能带好各位的小孩？粉丝们一边倒的支持我妈和陈梦露发很多私信辱骂，甚至人肉那个女老师的地址和家人。老师被逼得辞职搬家后，妈妈和梦露向赢家般得意洋洋。因为爸妈的宠爱，陈梦露在家对我也越来越无理。她经常在厕所拿着我的牙刷刷自己的臭拖鞋，又无事发生一般放回我的杯子里，将我的手机扔进马桶里，连道歉也没有，就在饭桌上和我抢鸡腿吃。放在别人身上肯定要分析分析他星号一样的行为状态，然后暴跳如雷和父母抱怨。但我也是重生过来的人，跟一个智障计较什么完全没有必要。陈梦露是有心针对我，还是因为智障的缘故，神志不清，我根本不在乎。这也是我什么也不用做，只要捧杀他就好了。他又在拿我的牙刷刷鞋底时，我只是笑着对妈妈说，梦露真是可爱，分不清牙刷和鞋刷。眼看他夹走了盘子里全部的鸡腿，我忙不迭把自己碗里的鸡翅也送过去。梦露做网红太辛苦，她年龄小，爸妈不给买手机，就把我的手机扔进马桶，我拿出来洗洗干净，直接送给她。梦露也知道姐姐要专心学习呀，帮姐姐借到手机真棒。陈梦露抱着沾过食的手机，欢天喜地的去找吃的，一点卫生也不讲。妈妈对我的宠妹行为很是赞许，对我的态度也缓和不少。她终于注意到我模范生第1名的优异成绩，破天荒让我帮她选带货的品类。随着更新的视频越来越多，妈妈在周末给陈梦露开了专场吃播，陈梦露有了自己的外号，叫电子小狗。网友们说她贪吃的样子可可爱爱，像只小狗。我妈躺在沙发上，吃着清甜的大西瓜，吹着靠网友挣钱买来的豪华立式空调，狠狠往垃圾桶里啐了口唾沫。呸，这些网友会不会说话，骂我女儿是狗吗？那我是什么？我是老狗，我是老母狗。我妈就是这样一个没素质也没文化的女人，靠网络吃饭，完全不懂网络词汇，见钱眼开的她不在乎网友，更不在乎陈梦露的死活。每次她开吃播后，陈梦露的肚子都快要爆开来，难受的一直叫唤，她却只是捂住她的嘴，喜笑颜开的谢谢直播间。说到狗，我眼神迅速扫过妈妈的微信界面，锁定在一个名叫聪明狗粮的品牌商。自从妹妹贪吃小狗的人设立文以后，找她带货的商家越来越多，之前只是零食和正常的速冻品，现在居然连宠物食品都找上门来了。我故意装出认真思考的样子，然后点了点聪明狗粮的头像，讨好的将手机界面递给我妈妈。妈，我觉得这家不错，你看他广告费给你80%的回扣呢，挣100块就给你80上，哪去找这么良心的广告商家呢？你听见钱给的多，妈妈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火速接下了这个狗粮广告。最近陈梦露嘴巴刁，在直播时吃腻了鸡爪和蛋糕，正觉得嘴里没味。此刻她显然对眼前这袋香气扑鼻的狗粮产生了极大兴趣。爸爸有些害怕，拦住了梦露要伸进狗粮袋的手，不许她吃这个，那可是星号吃的东西，怎么能喂人呢？妈妈没好气的捅了他一肘子道，陈大海，你叫什么叫？从梦露火了以后，你几时出去上过工？我看见爸爸的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低了下去。自从妹妹在网上爆红后，广告代言挣的钱就像流水一样涌进妈妈的账户里。爸爸不在，出海捕鱼了，妹妹吃个不停，妈妈的广告接个不停，她每天在家里坐享其成，像一条寄生虫似的，完全抬不起头说话。其实我们一家人心知肚明，比起上代学龄的我，她才是这个家里真正的米虫，和赔钱货妈妈煞有其事的。戴上眼镜，看了看配料表，肯定且赞许地点了点头。人家老板拍着胸脯说的，中国人不骗中国人，这狗粮是人可食用级别的。我嘴角勾起，妈妈没读过书，大字不识几个，还戴上眼镜，装起文化人来了。平时跟那些广告商交流，都是发语音打电话，还假惺惺看什么配料表，经常网上冲浪的。我知道这家聪明狗粮早就被各路宠物博主狠狠打假过，里面含有不少诱食剂，用的骨肉原料也都是腐坏发霉的，全靠肉味香精调味，是不折不扣的毒狗粮，狗吃多了都会倒沫子，那人吃了又会如何呢？在他急不可耐的催促下，梦露像饿狼一样抓起那毒狗粮就往嘴里塞。网友们哪里见过人直播吃狗粮的，何况吃狗粮的还是他们最爱的下饭店的小狗。直播间人气从几百涨到几千，妈妈忙着在一旁念广告商给的口播，因为大字不识几个，她念错了不少字。网友们说她幽默搞节目效果看不见的角落里，她收起尴尬讪笑的表情，狠狠瞪我一眼。我知道她在怪我，没有给她的广告词标上拼音。妹妹吃了一整袋毒狗粮后，心满意足的咂巴嘴。我赶忙把手中准备好的水递过去给她解渴，就被妈妈一掌打翻在地，冲着我劈头盖脸又是一顿教训。梦露爱喝可乐，给她拿可乐，什么事都做，不成器，要你有什么用？
我顺从地点点头，立马从冰箱拿过来几瓶冰镇可乐递过去，眼看着梦露咕嘟咕嘟大口喝着，肚子像癞蛤蟆一样鼓起来。妈妈看着后台蹭蹭上涨的成交量，笑得合不拢嘴。哎呀呀，一单给我80块，这可有足足300单。第一场赌狗粮直播梦露的豪放吃法，震惊了直播间的观众，他们疯狂下单支持妈妈，仅1天就拿到了2万4的广告回扣。当晚，陈梦露和平时一样，吃完宵夜就睡下了。我懒惰如猪的好吃，妹妹吃完了2斤狗粮，又忙不迭把妈妈奖励给她的巨大奶油蛋糕吃掉了。谁知道臭姐姐会不会趁着我睡着偷吃她在餐桌上一边囫囵吞下大块蛋糕，一边防贼似的盯着我。听见这话，爸爸在一旁哈哈大笑，妈妈拿着手机全程拍摄，眼里闪过兴奋的光芒。不错不错，这句话到时候剪进视频里，可以表现姐妹情深。为了陈梦露的完美人设，妈妈几乎24H 手机不离手在拍摄日常。这个家的所有吃的都是我的，她嘶吼的时候，那张有些肥胖的脸，竟显出一丝成年人的狰狞。那件事以我向陈梦露下跪道歉结尾，并保证要经过妹妹允许才能吃家里冰箱的东西。当时我下跪的那一幕，也被妈妈当作笑料录了下来，还发在了朋友圈，成为了七大姑八大姨茶余饭后的谈资。还来不及挽救我破碎的自尊心，我的身体先亮起了红灯。陈梦露吃得多长得肥壮，那一脚用尽了全力，直接踢断了我护心的肋骨。我突然在课堂上晕倒，脸色惨白如纸，被老师和同学护送到医院时，窗外暴雨如注，我孤零零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一个照看的人也没有。妈妈说她正陪着陈梦露写作业，断一根骨头而已。哦，下雨天车费贵的脸，我就不去了哈。电话那头迅速传来忙音，我吸了吸鼻子，眼泪无声的浸湿了枕头。陈梦露这种小学语文考38分的智障，辅导她写作业有什么用？我也是她的女儿，我也是未成年的孩子，为什么她能偏心成那样？就因为陈梦露比我小5岁，我就活该生病了，一个人在医院哭吗？老天爷并没有给我沉浸在伤痛回忆中的机会。凌晨2点半，陈梦露杀猪般狂野的嚎哭声震惊了全家人。她在床上像一条蠕虫，抱着滚圆的肚子扭来扭去，脸色青紫。妈妈，我肚子痛，呜呜。她今年才10岁，饭量呢却有5个成年人，那么多不出事才怪不出意外的话，陈梦露的第一个报应要来了。医生护士们急匆匆将她推进了病房，很快就找到了肚子痛的原因。可乐将狗粮泡发后，陈梦露的胃部像个气球一样被无限撑大。我在病床前假装惊讶道，妈妈，是不是因为你让我给妹妹喝了冰可乐，所以才这么严重呀？医生原本紧蹙的眉头舒展了些，似乎找到了一丝眉目。可乐，那胃里剩余的固态食品是什么成分？请告知我们，方便我们做诊疗。妈妈支支吾吾不肯作答。要是说为自家女儿吃狗粮，还猛猛吃了2斤，传出去肯定被人说闲话，吃的就是普通饼干啊。那照出来的 CT 片子里，乌泱泱一大片的毒狗粮到妈妈嘴里就成了饼干，能被唾液分解1、2的东西，怎么会把人吃进急诊室呢？见他俩眼神躲闪，不说实话，医生的表情瞬间严肃了起来，请你们如实告知，病情不等人。我瞥了眼急诊记录，陈梦露是胃穿孔加阑尾炎，再不进手术室，小命妥妥保不住。爸妈要面子不肯，那我这个大女儿就替他们说，让他们颜面扫地。我坚定地向前迈出一步，握住医生的手，眼里含满泪水。医生，我妈妈，她逼着妹妹吃了好多狗粮，我妹妹不会死吧？她吃了2斤狗粮，满满一大袋，全部吃下去，还喝了5瓶医生装的大可乐。我说完后蹲下去开始大哭。病房里来来去去的护士病患听讲我妈为其女儿吃狗粮，吃进医院的话，纷纷向她投来鄙夷而震惊的目光。主治医师更是难以置信地看向我妈，星号吃的东西怎么能随便给这么小的孩子吃这么多？你是她亲妈吗？在医生的要求下，我将狗粮的配料表交给了他们。增香剂又是既腐烂的鸡骨，不知名的猪骨边角料。医生倒吸一口凉气，强压住怒火，对我妈训斥，这次算你们幸运送来的，即使再有下次遇见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父母，我会立刻通知派出所。此刻任何解释在疑似虐待女儿的事实面前都显得格外苍白。正是夏季流感高发期，大半夜医院的人也多得很，为了避免事情闹大被更多人知道，一向刻薄泼辣的我妈闭上嘴，讪讪的低下头，老师挨了一声一顿臭骂。手术室的红灯亮起，医生们在紧急为陈梦露做部分切胃及阑尾切除的手术。我坐在手术室门口的长凳前打盹，却被妈妈一巴掌呼醒了。没心肝的东西，妹妹差点死了，你还能睡得着？一旁的爸爸捧着手机玩得不亦乐乎，他好像根本没看见，揪着我的耳朵就开始发作，显然是对我刚刚在医生面前揭短的行为不满，死赔钱货。妈妈别打我了，呜呜。那一声瞥见又是我们一家人，眉头皱得更紧巴了。他走过来，啪一声打掉我妈拧着我耳朵的手。这位女士为小女儿吃狗粮，又在这里打大女儿，您真觉得医院是法外之地，可以为所欲为吗？我妈本来就是欺软怕硬的人，见到刚刚诊断的权威医生经过，她连忙换上一副笑脸，收起手上的动作，没事的呀，我就是教育一下，哈哈。那医生一走，他又拿狠毒的眼神盯着我，等着我回家，不收拾你的。手术费用加上住院调养的费用，实打实花了2万块，把妈妈卖毒狗粮挣来的意外之财花了个一干二净。这还不是最坏的，黑心狗粮被查出会导致狗子产生依赖性，被全网抵制下架。
作为网红公然售卖3无产品，陈梦露的100万粉丝账号被直接举报到封停。一觉回到解放前，妈妈在家里哭天抢地，账号没了，可以新建一个，让他们再关注不就好了。爸爸难得为家里的事出谋划策，一次账号没了，他心里比妈妈还急。自从梦露让家里富裕起来后，他就爱上深夜美女直播，动不动就装阔佬，打赏个几千块，听那些漂亮姐姐嗲嗲的叫他好哥哥，活了40多岁，好不容易耶暴富成了有钱人。如今家里的摇钱树眼看就要倒下，他阔绰土豪的网络形象即将崩塌，已经好多天没打开直播软件了。我趁机在一旁拱火。是呀，妈妈，网民们忘形大，你要是再不重建一个号，他们很快就会忘记梦露，那时候想东山再起可就难了。于是妈妈在我们的集体劝说下新建了一个账号。他和从前一样发了几条日常库存视频，可是流量无比惨淡，一周过去了，只涨了零星几十个粉丝。爸爸烦躁的在一旁抽烟，弄得满屋子呛鼻烟味，根本不管小床上陈梦露的死活星号。我走过去安抚爸爸的情绪，假装不经意说出直播的想法。其实想要流量很简单的，让梦露直播吃东西不就好了？网友们就喜欢看她大口大口吃饭的样子，不是吗？听见我这话，爸爸眼前一亮，妈妈却坚持拒绝，说什么梦话。陈梦露现在还不能下床饮食，也只能吃点流食。妈妈多么关心梦露，时刻将遗嘱谨记在心，多么伟大的母爱。可惜没撑过3天，妈妈尝过了1日挣2万的暴富滋味，怎么会安心回到田间过靠天吃饭的苦日子？第3天，她煮了2大锅海鲜粥，又是虾又是蟹，端到陈梦露的病床前来。哦，梦露乖，把这2锅稀饭吃掉好不好？陈梦露也是很久没吃到有滋味的东西了，看见2锅喷香的粥还是荤的，哈喇子都快流到地板上了。妈妈为我熟悉的梦露，熟悉的吃播。网友们纷纷涌进直播间，眼见人气迅速暴涨起来，爸爸也加入了喂粥队伍，父母2人左一勺右一勺，争先恐后的往陈梦露肚子里灌粥。我眼看着她的肚皮又滚圆了起来，悄悄掩上卧室的门，退了出去。很快，爸妈就发现了新的致富经。那些富豪网友的直播打赏比带货来钱更快，一个火箭就有888块，嘉年华更是有好几千块的礼物回扣，他们连选品带货接洽广告商都懒得做了。在爸爸的计划安排下，妈妈每天给陈梦露做很多好吃的饭菜，一天开3场吃播，比原先卖毒狗粮赚的还多。可惜陈梦露出问题了，第1天的第2场直播，她在镜头前哭着说自己吃不下了，吃饱了，妈妈，我不吃了，我想吐。一向宠爱梦露的妈妈见梦露不肯照他们计划的乖乖吃饭，连直播镜头都没掐断，就对着陈梦露啪啪2个嘴巴子。狗东西，知道我买这些吃的用多少钱吗？之前吃的比猪还香，现在装什么小鸟胃？今天你就是死在这儿，也得给我全部吃下去。爸妈大概忘了，当时陈梦露因为毒狗粮闹进医院，切除了半个胃部，饭量减少，食欲减退是必然的结果，根本不可能和从前一样吃下5个成年人的饭量。弹幕飞速滚动着，有了争议，更多的人涌入直播间，有人斥责夫妻俩对自己孩子太凶残，有人在看热闹不嫌事大，还有人骂陈梦露看起来像头猪。谢谢礼物，谢谢礼物，他们根本不管，直播间的小黑子也不在意对陈梦露的谩骂，眼里只有缤纷的礼物动画。谢谢老板送来的20个万花筒，谢谢老板。妈妈兴奋地查看着越来越高的人气，越来越多的礼物余额。一向懒懒散散的爸爸这时候就机灵起来了，吃不下了，没关系啊，让他吐出来再重新吃不就好了。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那些100万吃播大王催吐的手段，妈妈听他说的头头是道，立马就照做了。夫妻俩将大病初愈的陈梦露拖进厕所，又是抠喉咙管，又是拍背，又是倒立，成功让陈梦露把刚刚吃下去的美味吐了个干干净净，嘴都没擦干净，就急吼吼地将他拽回直播镜头前，快吃快吃，离开5分钟粉丝就掉了不少呢。爸爸的眼睛紧紧盯着直播间在线人数，妈妈手上一刻不停地往陈梦露嘴里送东西。陈梦露本来就有点笨，吐完后神志不清的僵硬的进行的吞咽动作，像个吃饭机器。我在另一个房间通过直播间看到了这一场空前绝后的闹剧，一夕之间，陈梦露从爸妈捧在手心的摇钱树，沦为了没有话语权的可怜吃饭机器。她脾气本来就刁蛮，多次抗议的后果就是爸妈男女双打，把她揍得满身是伤。镜头前，他们又把她装扮得光鲜亮丽，宛如无事发生一般，逼着他一天天吃了吐了吃瘦肉，常人难以想象的食物量，一个馋，一个贪，一个懒。我到底摊上了怎样的极品家人？这一家人的事，我不再想掺和一星半点。从他们决定要做大胃王吃播的那天开始，我就以学业繁忙为借口，躲到了几十公里外郊区的寄宿学校里，有我的优异成绩，考入一所不错的大学，就可以靠自己打工挣钱，远走高飞了。几天后，我再次走进直播间，开启小号，在直播间送了个火箭。爸爸立刻激动地感谢我这位新老板，感谢摇摇乐送来的一个大火箭，感谢老板，老板大气。我嘴角勾起一抹笑，飞速在弹幕发送了几个字，想看陈梦露户外直播能做到吗？能做到我送200个嘉年华，我阔绰大方的送礼让爸妈动了心。第2天，他们就将直播地点选在了公园，开启了第1场户外直播。陈梦露吃了5分钟就饱了，爸妈一把站住。直播摄像头让陈梦露自己去找个厕所吐了回来，赶紧的人气到5000了，回去打死你妈妈。对着陈梦露警告一顿后，又回到镜头里喜笑颜开。
感谢大家的支持呀！我们梦露去上个厕所就回来，爸爸在后台发私信催我送200个嘉年华，震惊于他的厚脸皮，我直接注销了账号，以路人的身份在直播间静静看着2人的身后，陈梦露缓缓走向马路对面。前世的智力检测报告里还标注了陈梦露是红绿色盲这件事，可惜爸妈不会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了。长时间的催吐暴饮暴食，将陈梦露原本就低下的智力进一步磨损，如今的她每天精神恍惚，甚至做不出10以内的算术加减。镜头里，他正摸着刚催吐完的肚子走出公厕，看见红灯亮起，虚弱的走上了斑马线，一辆大货车刚好疾驰而过，他被撞飞出去老远，血肉飞溅，尖叫声、哭喊声，爸妈惊慌失措的表情从镜头里一闪而过。可怜的陈梦露活着的时候被当作吃饭机器，或许死亡也是一种解脱。再次见到家人是在陈梦露的葬礼上，我穿着黑白色便装，看着妈妈哭到红肿的双眼。陈梦露出车祸死后，妈妈一直在卖惨直播，要求那个倒霉的大货车司机赔偿我们全家的精神损失费和陈梦露往后90年的直播收入赔3000万，怎么了？不算多的，我们梦露是大网红，以后长命百岁，能挣1个亿都不是问题。一旦有网友在评论区发表质疑，他就会立马将其拉黑，并表示自己有申请法律援助，有勇气面对一切质疑和诽谤，只为给女儿讨回一个公道。事实上，他只是披着卖惨的皮，以一个悲伤丧女妈妈的人设，不断利用网民的同情心，骗取他们送出更多的礼物，美其名曰为陈梦露的在天之灵进行赛博祭奠，实则是引导无辜群众网暴倒霉的肇事司机3000万。他还真是异想天开。我不动声色地看向一旁的爸爸，爸爸在灵柩前还是低着头在玩手机，拿着妈妈用陈梦露命卖惨换来的礼物打赏，去给那些穿着暴露的女主播送礼物。他们有为陈梦露的死难过吗？一丝一毫都没有，他们只关心钱，还有他们自己。听说那个大卡车司机中年离异，独自抚养一个女儿，不知道他入狱后一家人的生活会苦成什么样。我看着眼前这荒唐的一幕，对父母的行为感到无比心寒，直接将陈梦露的智力检测报告发给了那个倒霉司机的家人。没错，在陈梦露住院期间，我和上一世一样悄悄地带她去做了智商检测，总有人要为这出意外买单，但不应该是那个无辜的货车司机。有了陈梦露是色盲的铁证事件迎来了逆天反转，网友们将矛头转向了陈梦露的父母，指责他们为什么连自己女儿是色盲都不知道。更有甚者翻出了从前录播里陈梦露挨巴掌的画面，以及明显的手掌伤口催吐痕迹。眼尖的网友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尸检报告的照片，照片里陈梦露的身上大大小小的鞭痕，明显就是家暴留下的。她才10岁，还是个新号，你们就狠心要她催吐养家，把孩子当作赚钱机器，枉为父母，枉为人，应该封杀他们一家。互联网白线人捧到了不属于他们的位置。陈梦露的死只是冰山一角，事情越闹越大，从前直播间的高人气、高流量，最终反噬到了他们头上。粉丝们对陈家父母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们人肉到了我们家的家庭住址，警方上门带走了2人，经过一系列具体的调查取证后，以虐待伤害罪将他们关进了监狱。爸妈入狱前还在怀疑是我出卖了他们，他们奋力想要挣脱警方的束缚，对我破口大骂，赔钱或出卖自己亲爸妈，你这不孝女可惜啊！他们还没来得及享受荣华富贵就锒铛入狱了，他们永远不会明白钱是挣不完的，害死他们的不是我，不是那个司机，也不是可怜的陈梦露，而是他们自己无止境的贪念和欲望。我和尚书深吸一口气，在一份合同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是时候为这件事画上句号了。是的，我将他们靠陈梦露吃播获取的所有收入捐献给了贫困山区的孩子，那些曾经在陈梦露口中被当成垃圾吐掉的珍贵食物，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去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为无数饥肠辘辘的贫困孩子送去温暖。全文完结。